瞬间是场震撼，从此后我心里被你填满。狂风中暴雨里心心相印，迎着风迎着雨笑容灿烂。奔向你让我们策马奔腾，奔向你让我们踏遍红尘，奔向你让我们紧紧相随，奔向你让我们挥洒青春。这场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，我和你共始终，此情不灭。也曾经让你哭，陪你流泪，转眼间你用爱把我包围。为了你，我可以放弃一切，为了你走天涯，始终不悔。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，我和你共始终，此情不灭。关于斑鸠呢，有这样一句：斑鸠翻跟斗，卖弄花屁股。喂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告诉我，哥哥你慢点。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说。花屁股。你慢点。哥哥，哎，你们看，斑画师头发是棕色的，身上又有很多黄色的汗毛，会不会是孙悟空变来保护咱们哥哥的呀？蹦嘚儿你个250，孙猴子那么小，斑画师那么大，那斑画师怎么能是孙猴子变的？如果斑画师是孙悟空变的，那他的金箍棒藏在哪？小凳子，你不会是走火入魔了吧？也说不定啊。孙悟空他会72变，变成斑画师也有可能的。要不然怎么哥哥一看见他就笑啊？胡说！说斑画师是猴子变的，我小桌子绝对不信。刚刚格格还管他叫斑鸠呢，这斑鸠跟猴子也差太远了吧？就是你花屁股，好，那我不许你说，不许你说，不说了。我就知道你给我取的名字一定有问题。你好像对于欺负我很感兴趣。谁说的？斑鸠是你自己的名字，又不是我取的。再说了，这个卖弄花屁股，那也得有花屁股才行，不是随随便便的鸟都能卖弄的。这是一种骄傲，你懂吗？像我就只能卖弄黑剪刀。我宁愿卖弄黑剪刀。那你叫小燕子，我叫斑鸠啊。算了，卖弄花屁股就卖弄花屁股吧。我这个大男人叫小燕子像话吗？不，你不许对任何人说这俏皮话，要不然我翻脸。斑鸠翻脸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俏皮话？还有俏皮话是什么？斑鸠翻脸啊，就是斑鸠准备要翻跟头了。不然的话，翻脸干嘛？翻来翻去，左边是斑鸠，右边还是斑鸠。Either way， 以后绝对不能在他面前翻跟斗。怎
怎么了？一下子笑，一下子叹气，一下子发呆，简直不像小燕子了。我藏了这么大的秘密，一大堆人在找我麻烦呢。我还害了我最要好的姐妹，我居然还笑得出来，我真的是坏。我们走到这儿为止，再过去有点危险。你别烦恼了，你不坏，你是个有黑剪刀的小燕子，随身带着张开的剪刀，总会刺了这边扎了那边，闯点小祸，也是你的特色。对，你说的太好了，就是黑剪刀惹的祸。小燕子，原来你们在这儿，我正在找你。有话跟我说吗？我能听吗？算了，我要去如意馆，先走一步。斑鸠，斑鸠，千万不要翻跟斗哦！拜。我见到紫薇了，怎么样？她真是一个非常有深度、有修养的姑娘。她给我讲了很多很多很感性的话，让我印象深刻。真没料到，在民间，我还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妹妹。他怪我吗？他恨我吗？她很伤心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哥哥，灯会不会不够亮啊？够亮够亮，不要吵。哥哥，我又裁了一大堆的纸，还要不要多裁一点？再裁再裁。扎。紫薇，我要怎么写你才了解呢？啊，早知道有一天要写信，我应该学认字的。啊，哥哥还是休息吧，这作诗是挺难的。呀，这都快3斤了，还是明天再做吧。是啊是啊，哥哥睡个好觉，明儿个就想出来了。你们都下去睡觉吧，别管我了，让我自己想想好了。咱们陪哥哥一块儿想，咱们陪哥哥一块儿想。咱们也陪哥哥一块儿想。你们六个总算会说咱们了。咱们不知道“咱们”这2个字要怎么写。
小绿子说有人找我，还真没猜到是你呀、你扮成太监，扮出瘾来了吗？你不怕被皇后的眼线发现呐、你别跟我提皇后，你一提她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我看我总有一天我会跟她拼个你死我活的。我不是说你啊，不是说你斑鸠，我是说他死我活。嘘，你要小心一点啊！你这些人安全吗？安全的不得了，他们都是我的哥们儿。我穿成这样混在他们中间，谁都不会发现的。如果我穿成格格装的话，我就不能到处跑了。哎，我都不知道你是非常聪明还是非常笨。当然是聪明了，偶尔会犯一点点傻，但是谁都会犯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有理。你找我有事吗？我有事要请你帮忙，我还有一个大秘密要告诉你。跟我来。我把我的黄玉兰都打发走了，你就进来坐吧。哎，这三个家伙被我赶得匆忙，也来不及整理，你就先坐这儿吧。我去给你倒杯茶啊。哎，不用倒茶了，我不敢在这多留的。什么大秘密？你除了是假格格之外，还有大秘密啊？就是紫薇。紫薇？你怎么老提紫薇啊？你上次夜探如意馆也哭着说有很多话要告诉她，紫薇到底是谁啊？好像对你很重要。斑鸠，你上次用你们的神发号誓，说要帮我保守秘密，还要帮我保住脑袋，你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，我还对你保证过了。怎么，还不信任我？我当然信任你了。我要不信任你的话，我今天就不会来找你了。让我坦白告诉你吧，紫薇才是皇阿玛的女儿，她才是真格格。我去围场是帮她送信物给皇阿玛的，折扇啊、画卷啊，全部都是她的。原来宫外还有一个真格格。紫薇是我结拜姐妹，她那么信任我，把她最重要的信物交给我，可是我却没有帮她完成任务，我反而变成了一个冒牌的还珠格格。我天天都在后悔，我想念紫薇，我必须要想办法跟她解释清楚，也一定要把这个格格还给她。这个紫薇，她现在在哪儿？她才是你最大的危险呢。她就是上一次祭天的时候追着队伍跑的那个姑娘，后来被尔康带进了学士府，现在住在学士府里面。所以啊，这个真假格格的事情，永琪、尔康、尔泰都知道，现在又加上你，我现在才恍然大悟，怪不得祭天那天你都急得快疯了，怪不得你随时怕丢脑袋。紫薇我见过是吗？就是你们卖艺的时候那位谈吐优雅、很高贵、很漂亮的那位姑娘吗？对。God， 你到底有多少秘密啊？多少内忧外患啊？我现在所有的秘密你都知道了，所以啊，赶快用你那支没毛的笔帮我画画。虽然我不能出宫，但是起码我可以请尔泰和永琪帮我送信给紫薇。我要画4幅画，我说你画。画画？你说有很多话要告诉紫薇，应该是要写信吧？怎么会是画画呢？好啊，写信也可以啊。我大字不识几个，你帮我写。写中文？那我还是帮你画画吧。我才不信你的中文有多好呢。小燕子给我一封信，她写的信。是啊，好厚的一封信啊，她再三叮嘱我，要我亲自交给你。你不是说小燕子没念过什么书吗？是啊，当初教她写我的名字，教了好几天才会，一直怪我的名字笔画太多，所以她跟我写信，我也觉得好稀奇呀。看笔画，
这不是小燕子画的。班杰明，我就知道，小燕子她不会欺骗我，我就知道这一定有原因。她受伤了，你们怎么都不告诉我呢？她受伤了，你们怎么都不说呢？她被箭射中了，是不是？她伤得严不严重？你们没有告诉紫薇，小燕子是被抬着进宫的吗？当时4个太医会诊，皇阿玛对太医说，如果救不活小燕子，就提头来见啊。太医们整整治了10天，才把小燕子治活啊。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们谁都没说过啊！我们以为你已经知道了，我以为我哥已经告诉过你了。我以为尔泰跟你说过，我们大家居然都没说过。小燕子是在围场受伤的，当时我们3个都在场，是我阿哥射中她的。这个事情的经过，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。你看懂了吗？看懂了。他这都是说了些什么呀？也许你们看不懂，我念给你们听。满腹心事从何寄？画个花儿替。小鸟儿是我，小花儿是你。小鸟儿生死徘徊时，小花儿泪洒伤心地。小鸟儿有口难开时，万岁错爱无从去。小鸟儿糊糊涂涂时，哥哥名已经照天地。小鸟儿多少对不起，小花儿千万别生气。还君明处终有日，到时候小鸟儿抚今请罪，愁之极。就是这样，他把所有的事都交代清楚了。所谓格格，当如是。什么叫出口成章？我今天算是领教过了。天下的奇女子都被我们碰到。怎么一个字都没有，能说出这么多词来？哎呀，只有你能看懂。福伦有幸啊，能有一位真格格住在自己家里。有什么照顾不周到的地方，请多多原谅。您别这样，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接到小燕子的信，我实在是太兴奋了，忍不住就卖弄了一下。你们大家不要笑话我，这只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。我打赌，如果你在皇阿玛身边，他一定会喜欢的疯掉的。不瞒大家，当我知道小燕子当了格格以后，我是又恨又怨又生气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我听你们大家跟我分析厉害，我越来越明白，我的存在不仅威胁到小燕子的生命，还威胁到很多无辜的人。今天我看到小燕子给我写信，我不再恨她，不再怨她。你说过，老天既然这样安排，可能有他的道理吧。这句话，我现在明白了。现在的形势，我要认爹只有2种可能：一种是我爹相信了我，那么是小燕子死；一种是我爹不相信我，那么是我死。你分析得很对，足以见得
你已经想得非常透彻了。不管是我死，还是小燕子死，都是不值得的。既然上苍把小燕子送进宫，让她做了格格，也让她帮我承环膝下，做了格格该做的事，我还有什么埋怨的呢？所以，我决定了，还珠格格是小燕子，我是夏紫薇，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，永远都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。现在，知道这个秘密的就是你们各位了，请你们帮我一个忙，永远咽下这个秘密。你的这番话，事实上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盘旋了一段时间，只是不敢跟你说而已。现在你自己说出来了，我想，我阿哥和我们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你能为大局着想，为小燕子着想，你牺牲你自己，你的这种胸襟和气度，让我十分的敬佩。紫薇，我跟你保证，你不会白白牺牲，老天会为你安排另一种幸福，一定会。小姐，你真的决定了吗？金锁，你不用替我委屈，我娘让我带给我爹的东西，小燕子都帮我带到了。从我爹对小燕子的态度来看，他并没有完全忘了我娘。我想，我娘可以含笑九泉了。我阿哥，请你把我的话带给小燕子。你放心，我会一字不漏的讲给她听的。他说的，他真的这么说。紫薇不但没有骂死我、恨死我、气死我，还把我写的信念成了一首歌。你们要骗我吗？我做梦都梦到他要掐死我呢。我没骗你，他说他已经原谅你了。紫薇原谅我了！哇！紫薇原谅我了！紫薇原谅我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就说嘛，扮把子能扮假的吗？上有小心啊，小燕子！下有阎王老爷都在看着呢。可是，我还是要把这个格格还给紫薇，我一定要把这个格格还给她。你快帮我想想办法，到底用什么样的办法能把格格还给她，又不掉脑袋呢？我对我这颗脑袋其实还是蛮喜欢的。小声点，小声点，你非要叫得人尽皆知吗？你呀，已经把皇额娘得罪了，说不定这四面八方到处都是她的眼线呢，你还在这嚷嚷。你叫皇后皇额娘，她是你娘吗？不是的，因为她是皇后，所以我必须这样叫她。我额娘是于妃，愉快的愉，现在正在跟皇太后，也就是我的祖母，在五台山修行呢。阿弥陀佛，幸好皇后不是你额娘。你别阿弥陀佛了，如果是的话，我还可以帮你说说话，不是才糟呢。皇后平常已经够忌讳我的了，现在还多加了一个你。哎，还有，你的那幅画是班杰明帮你画的吧？当然是了，我怎么可能画得出来？我们大家一下就看出来了。那么，你的秘密也都跟他说了？是啊，我是什么人，他最清楚了。啊？就是好几个月之前啊，我在街头卖艺，那时候班杰明画了我一张画像，因为这个画像，我们还大打了一架呢。所以后来我在宫里见到他，哎呀，真是吓了我一大跳呢。
好了好了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跟班杰明啊已经谈过了，他跟我发过誓，说绝对不会出卖我的。再说了，他和你还有尔泰不都是好朋友吗？这样我们大家就都是好朋友，没有秘密的好朋友，多开心呀！怪不得，我觉得你和班杰明之间怪怪的，原来如此啊！别谈班杰明了，谈紫薇，谈紫薇。好，谈紫薇。紫薇是你现在最大的危机。只要紫薇肯放你一马，你就安全了。你呀，就安心做你的还珠格格，别东说西说的，知道了吗？可是说实话，我对于当格格早就不耐烦了。你快想个办法让我脱身啊！好，我帮你想脱身的办法。在我没想好之前，你答应我，不许闹事哦。好。你最好不要跟皇后作对，在宫里有宫里的生存法则。你这样任性啊，迟早会吃大亏的。我请求你，学着保护自己，好不好？你放心好了，我没有被你那一箭射死，我死不掉的。我还真不放心呢。如果你到最后还是要丢脑袋，还不如当初一箭射死你，免得这么牵肠挂肚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不要给我东拉西扯的，你快点告诉我，什么时候带我出宫去见紫薇啊？稍安勿躁。什么安什么躁？啊，你是说让我不要着急是吧？我怎么可能不着急啊？你知道吗？刚刚皇阿玛跟我说，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学堂念书。啊，念书！我听到念书，我这一个头我就变成2个大了。我连大字我都不认识几个，好像还有什么季师傅，听起来好像很有学问的样子。啊，完了，我一定会大出洋相的！哎呀，怎么办？我你怕什么？我和尔泰一定会帮你的。到时候那个季师傅一定会先考考你，你看我们的眼色就对了。你放心吧，绝对不会让你下不来台的。他还要考我？啊，天哪！我完了！我真的完了！啊，真的完了！啊！最近诗文学的怎么样？有长进吧？臣恭请皇上圣安。小兰不用多礼。小燕子，快来见过季师傅。季师傅知识渊博，才气横溢。想你这还珠格格之名，正是拜他所赐啊！从今以后，朕更要倚重他作为你的启蒙之师，你要向他好好学习。臣贺喜格格玉体康复，今后得以为格格讲书授读，是臣的荣幸。臣自当尽心尽力呀。季师傅，好说。季师傅，班杰明也来旁听了。旅馆的事再忙也舍不得季师傅的课。这班杰明学中文还真用功啊！小燕子，你可别输给班杰明啊！你别看他是个洋人，中国文化却懂得不少啊。我怎么会输给他呀？好，那咱们开始上课吧。啊，皇上，格格，请。格格今日是初次入学，臣想先看看格格的程度，再做进一步的学习计划。格格以为如何呀？糟糕，要考我了。不知格格对于杜甫、李白的了解如何？啊？什么豆腐李白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唐朝。唐朝什么呀？唐朝栗子？
诗人。死人？唐朝死人啊！格格说什么？臣没听清楚啊，请格格再说一遍啊！绝对不是唐朝死人，这也太恐怖了。我知道了，是炸臭豆腐。炸臭豆腐？为什么是炸臭豆腐啊？这豆腐里白啊，豆腐外面一定不是白的。炸臭豆腐外面是黄色的，里面是白色的，所以啊，炸臭豆腐就是豆腐里白了。这真是这辈子听过最大的妙解。班杰明，你知道杜甫、李白吗？是唐朝的2位诗人吧？李白的诗好放，杜甫的诗工整，两人风格不一样。班杰明说得对，格格明白了吗？Stupid， 我应该让他的。格格，那您知道4大才子是谁吗4大才子，是人。当然是人啊，是什么人呢？是唐伯虎。啊？唐伯虎。糖葫芦。小兰，这4大才子你也别问了，限你在10天之内弄清楚谁是4大才子，还有你那个豆腐李白。啊，花吗？10天啊？不许讲价，就10天。好，那么咱们暂时先放下这4大才子和杜甫、李白啊，我们来谈谈四书五经吧。不知道格格对四书五经了解多少啊？45经啊，这要看是什么东西了，每一样都不同的，这得计算一下。计算？格格要怎样计算呀？每样不同那是自然，可有什么不同啊？45经啊，那要看你要买什么东西了。像这个稻米45斤是150文钱，大豆45斤那又是另外一个价了。木柴45斤是最便宜的，小米45斤我不太记得了。大麦45斤，这得算一下。小兰，这国学常识就到此为止吧，换个题目，赶快换个题目，要不然朕的眼珠子会掉出来。好，那这样吧，我们现在呢，玩个文字游戏啊，我们用模模糊糊、明明白白、容易、难得做一首诗啊，格格请。我来示范一下吧。天上起雾，模模糊糊；草上露珠，明明白白。雾变露珠，容易；露珠变雾，难得。那我也来示范一下。砚台磨墨，模模糊糊；纸上写字，明明白白。要墨变字，容易；要字变墨，难得。
我真的要做啊，可不可以不做啊？大家还没有笑够吗？格格试试无妨啊。这题目实在是容易。好吧，那我也来写4句。走进课堂，模模糊糊；走出课堂，明明白白。师傅考我，容易，我答师傅，难得啊！意思到了，词也用上了，哎，有进步啊！哎呀，小兰啊，小兰，朕看你遇上最大的麻烦了。是，大麻烦呐！小燕子，你那个唐朝死人，简直吓出我一身冷汗啊！唐朝诗人怎么会听成唐朝死人呢？你要想一想再说出答案嘛。都是你们害我的，一个说什么唐朝，一个说什么死人，我也觉得不对啊。我脑子飞快地转，我好不容易才想出炸臭豆腐，结果还是不对。哎，今天这堂课是我上周以来觉得最精彩的一堂课，实在太有趣了。只是别笑，别得我肚子都痛了。你还觉得有趣啊？10天，我要在10天搞清楚4大才子，还有豆腐李白，惨的！你最坏了，大家都在帮我，就你在拆我的台，卖弄什么呀？会画画已经够了不起了，学中文干嘛呀？对不起，孩子，对不起。哎，不过我的杜甫李白实在不稀奇，你的炸臭豆腐才稀奇呢。哎呀，出风头的不是我，是你啊。是吗？不错，班杰明说的对极了。今天连皇阿玛的风采都被你抢光了。至于那季师傅嘛，平常啊，只有他整我们的时候，哪有我们整他的时候啊？还有那句“师傅考我容易”，我答师傅难得，真的是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啊！可不是啊，你们看到他那有苦说不出的样子了吗？至于那4书5经，要计算一下，每样不同。稻米、大麦、木材、大豆。嘿，格格，班长，你犯规了！斑鸠，班杰明，你改名字了？没有啊，没有，只有小燕子叫我斑鸠。哎，他是不会翻跟斗的斑鸠。小燕子，我对你有点好奇啊，你为什么脑子里都是吃的东西呢？哎，是啊，那炸臭豆腐就别提了。可是那唐伯虎为什么是糖葫芦啊？你们啊，都是住在皇宫里的人，要什么有什么。我小时候没吃没喝的，看到别人吃糖葫芦，我没有；看到别人炸臭豆腐，我也吃不着。整天想着就是吃。有谁在挨饿的时候还会想到要去学什么4大才子、豆腐李白？真的没想到你是这样活过来的，我们真的是不知人间疾苦啊。不过那些苦日子现在已经过去了。可是新的苦日子又要来了。怎么会呢？你的问题我们都解决了，不是吗？可是这4大才子是谁啊？那是什么豆腐李白？他是干嘛的呀？豆腐李白不难，我教你。我正好要跟着学一学。豆腐李白我虽然知道一点，这4大才子是谁，我也不知道呢。
四大才子啊，是指明朝的4位文人：唐伯虎、祝枝山、文征明跟徐祯卿。唐伯虎本名唐寅，被称为江南第1才子，别号六如居士。祝枝山啊是个书法家，他生来就与众不同，右手比别人多了1个手指。多了1个手指，所以啊，他自己取了个别名，叫知止生。知之生？什么知之生啊？干脆就叫多一指不就好了嘛？文人啊，就是这样爱作怪。我们一定要知道那4个人是干什么的吗？知道了又有什么好处呢？他们跟我们又不住在一起，多一指少一指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是国学常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还有人物。我不知道，我还不是活到18了。我这屋里啊，估计每一个人都不知道。小凳子、小桌子、小虫子、小蚊子，奴才在。犯规犯规，扣你们月俸。哥哥，再饶咱们一次吧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是啊，哥哥。他们4个的名字啊，小凳子、小桌子、小虫子、小蚊子，跟我们汝矣馆的黄牛蛋差不多啊。我师傅他弄不清楚这个字那个字，就用3个颜色给他们取名。我师傅在宫里40年了，小太监换了几代了，都是黄绿蓝。我知道什么是4大才子了。你知道了？我还没说完呢。就是他们4个，我们树芳斋的4大才子。你们看，他们平时啊，嘴里总是说着奴才在，奴才怎样，奴才知罪。再加上他们的名字里啊，又都有一个子字，所以啊，我们就取一个才字，取一个子字，加在一起就是才子。以后我如果一在树芳斋喊4大才子，你们就统统都进来。如果喊小桌子、小凳子，你们不许说奴才在，要说才子在，知道了吗？啊，奴，哥哥，真的可以这么叫吗？这是命令，以后一定要这样说，否则的话把你开除了。小蚊子，奴，蹦嘚儿，才子在。这个笨嘚儿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是笨蛋，是小蚊子的口头禅。他就是口头禅多。小虫子，才子也在，反正这个才子比小虫子可好听多了。明月彩霞，奴婢在。犯规犯规犯规！你们2个要怎么称呼呢？有了，以后啊，你们2个就是我们树芳斋的2大美女。我如果叫你们，不许说奴婢在，要说美女在。这不太好吧？不敢，我也不敢。不敢是吧？那就只好离开树芳斋，去别的宫干活了。2大美女遵命。那天我化成一只翩翩的雁，飞到了你的身边，转个弯，绕个圈，飞来飞去好几遍。你注视着我，眼底充满了爱恋。从此我的世界一片